想到皇上偏袒苏锦，更胜过他这个亲生女儿，寿宁公主气的是咬牙切齿，两眼生火。得罪我，就该有赔上性命的心理准备。公主，还傻愣着做什么？依计划行事。宫女忙吹了记口哨。苏锦回头，脑子里一句话炸开了：你的对手朝你轻轻一笑，并扔过来一个马蜂窝。被马蜂蛰得肿的连亲爹都认不出来，这口怒气寿宁公主怎么咽得下去呢？怎么丢掉的脸就要怎么找回来。马蜂扔过来，重重地掉在地上，受了惊吓的马蜂倾巢而出。姑娘，快跑！快捂鼻子！只见苏锦手一摆，那些过来的马蜂就哗啦啦地掉下去了，然后抓过杏儿的手就往前跑去。跑远了些，杏儿松开捂鼻子的手道：姑娘，没有马蜂追我们，不用跑了。快点跑，我怕一会儿没机会出宫了。为什么？马蜂被毒晕了，扛不了一会儿就会醒，受惊的马蜂会逮人就蛰的。快走！天可怜见，他真的不是故意要下毒的，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死敌人不死他们。苏锦越跑越快，杏儿紧随其后。御花园内，看着苏锦和杏儿绝尘而去，寿宁公主愣在当场。她抬脚走过去，就看到一地的马蜂，那些不知道怎么晕死的马蜂纷纷苏醒，嗡嗡嗡声在耳畔炸开。寿宁公主脸色一变：不好，公主快跑！寿宁公主转身就跑，四下的宫女太监抱头鼠窜，两条腿是跑不过人家长了翅膀还服了振奋剂的。御花园内嚎叫声此起彼伏，惨绝人寰。御书房内，小公公跑进去道：皇上，不好了，寿宁公主又被马蜂蛰了。皇宫里不是没马蜂吗？小公公支支吾吾：还不快说！是寿宁公主让人带进宫的。这是被马蜂蛰上瘾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又和镇国公府大少奶奶有关啊？皇上您还真是一猜一个准儿啊。镇国公府大少奶奶不是早就出宫了，怎么会和寿宁公主遇上了？皇上起身要去看看，小公公忙道：皇上您别去御花园，方才皇后去救寿宁公主，也被马蜂蛰了好几口。那你赶着来禀告做什么呀？奴才是来告诉皇上，把御书房的门窗都关严实了。这马蜂都疯了，见人就蛰。小公公的话还没说完，马蜂嗡嗡声传来了。坐马车出了宫门，苏锦就大松了口气。也不知道宫里如何了。你想进宫看看？他是有这样的想法，但姑娘说马蜂见人就蛰，借他几个胆子也不敢去啊。不要太幸灾乐祸了啊。奴婢知道。大嫂进宫这么久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你这就是杞人忧天了。我就更担心是不是宫里头出事了。我和楚顺的看法一样。你们能不能担心一下我母妃？南安郡王郁闷的道。苏锦脚步停下，担心南安王妃？南安王妃病了？莫非南安郡王此番来是去找我给南安王妃治病的？正疑惑，就听楚顺拍南安郡王的肩膀说道：别担心了，被蜜蜂蛰一下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指不定等你回南安王府，你母妃都消肿了。你说的轻松，我母妃涂蜂蜜面膜被蜜蜂蛰，我是逃得快，不然非被我父皇揍得鼻青脸肿不可。苏锦想哭了，铺子都还没开张，就被自己人砸招牌了。蜜蜂肯定是飞南安郡王他母妃脸上采蜜了，他母妃肯定长得很漂亮。清脆的说话声荡漾开，北宁侯世子笑道：大嫂和她的小丫鬟回来了。苏锦扶着额头迈步上台阶，谢景晨则将他从头扫视到尾。没挨罚吧？姑娘才不会挨罚呢，挨罚的是大姑娘。楚顺逗杏儿道：是不是别人倒霉了？那是当然，碰到我家姑娘从来都是别人倒霉。有多倒霉？定国公府大少爷好奇地说道：我不说，免得你们说我吹牛。你已经成功吹了一波牛了。苏锦望向南安郡王，打算问问南安王妃被蜜蜂蛰得如何了，
刚要说话，这时候小丫鬟跑进屋，喘气道：“南安郡王，南王府派人来传话，让你立刻马上马不停蹄地回王府一趟。”为什么要这么急回去啊？奴婢不知道，派来的人是这么传话的。谢景琛也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儿，说道：“先回去看看吧。”南安郡王起身快步离开。沉香轩后院，有些乏了的苏锦歪在贵妃榻上装死，杏儿精神抖擞地蹲在小榻边。姑娘，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毒药？什么毒药？就是今儿毒晕马蜂的毒药。不能给你。为什么？我不放心。姑娘放心，我肯定不会毒晕自己的。我是怕给了你，哪天起来整个国公府的人都被你毒得半死不活了。今儿实在是太吓人了，这是姑娘和我一起，万一我单独一人，人家朝我扔马蜂窝，我肯定逃不掉。放心吧，不会有人再朝咱们扔马蜂窝了。上一回没被马蜂蛰出阴影来，这一回要再没心理阴影，有心理阴影的就该是他了。杏儿就那么望着苏锦，想要毒药几个字就刻在脸上。外面小丫鬟跑进来道：“大少奶奶，宫里来人传召您进宫。”他才回来多会儿啊，都还没歇够呢，又让他进宫做什么？不去，就说我今儿进宫受惊了，被马蜂吓得六神无主，双腿发软，没法进宫。小丫鬟嘴角抽了抽，不是躺在贵妃榻上，就是双腿发软呢。苏锦不去，小丫鬟也不能硬转，她去牡丹院回话。见她一人过来，南章郡主脸色阴沉：“大少奶奶呢？”大少奶奶说在宫里头受惊了，没法进宫。她受惊？公公咬牙切齿地表示，去告诉大少奶奶太后传召，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得进宫回话。小丫鬟赶紧回沉香轩禀告：“装病都不管用了，现在该怎么办？”“那就进宫吧。”“这回进宫肯定要挨罚了。”“怕什么？蛰人的是马蜂，又不是我们。他们没有证据证明我下毒了，除非他们能给马蜂诊脉。”“不诊脉，给马蜂验尸也行。”一行人匆匆赶到南安王府。南安王府的小厮见了，说道：“快去禀告王爷王妃，郡王爷安然无恙的回来了。”南安郡王翻身下马，小厮迎上来问道：“郡王爷，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啊？”南安郡王迈步进府，一边问道：“叫我马不停蹄的回来，府里出什么事儿了？”小厮刚要说话，瞥见了谢景琛，连忙摇头说：“没出事。”“没出事儿，这么急叫我回来？”一进正堂，南安王妃就走过来：“没受伤吧？”“我能受什么伤？”“刚刚母妃得到消息，寿宁公主又招惹了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导致宫里马蜂横行，见人就蛰。不止寿宁公主，就连皇后和太后都被马蜂蛰伤了。你去镇国公府找她替母妃出气，母妃怕你被抬出镇国公府。”南安郡王直接懵了，这消息也太劲爆了点儿吧？“母妃，您消息准不准啊？”“怎么不准？你父王见我迟迟不消肿，找了太医进府，太医脚都迈进王府了，还被宫里头的人给叫走了，说是让太医赶紧进宫救命。”楚顺望向谢景琛：“别看我不知道。”南安王妃也望着谢景琛，要不是发现他在，他刚刚差点就让儿子和他断绝往来了，也是苦了谢景琛了。逛个街都能被抢，让他落到女土匪的手中，受尽苦楚。府上没事儿，那我就先回公国府了。南安郡王送他们出府，只是前脚出门，后脚楚顺就拍着谢景琛的肩膀道：“大哥，看到大嫂呢，多帮我们吹吹枕边风啊，务必说服大嫂善待我们。”那边南安王走了过来：“父王是要出府吗？”“宫里头出了那么大的乱子，我得进宫看看。”南安王翻身上马，一夹马肚子就跑远了。“什么大乱子？不就是马蜂蛰人吗？”“哎，你可以当成是马蜂逼宫，这就是捅破天的大事了。”“就是逼宫，都不一定能伤到太后和皇后。”
碰到大嫂，一个马蜂窝都顶得上1万大军了。我想起来一句话。什么话？就是那句让你赞不绝口的“顺土匪者昌，逆土匪者亡”。姑娘，姑爷来啦！你怎么跟来了？不来看看，我怕你把皇宫拆了。你太高看我们主仆了吧？我们可没有拆皇宫的本事。就是有也不拆呀，这么漂亮的皇宫拆掉多可惜，还不如霸占呢。镇国公府已经不能满足这个小丫鬟了，她盯上皇宫了。一行3人往太后的永宁宫走去。正殿内，苏瑾和谢景琛迈步进去，入眼见的不是太后，而是一串珠帘。太后被马蜂蛰伤，凤颜有损，岂能让人瞧见？苏瑾上前请安，太后拍着凤椅，勃然大怒，呵斥道：“跪下！”苏瑾没有下跪，而是站直了身子。她又没有错，为什么要跪啊？宫女走过来，抬脚就要朝苏瑾踹过去。谢景琛抓了苏瑾的胳膊，轻轻一拉，就抱在了怀里。杏儿脚一抬，直接把丫鬟踹翻了。哼，你敢踹我家姑娘，我把你胳膊腿都给你卸下来！放肆！来人，给本宫把这胆大包天的丫鬟拖出去，活活杖毙！杏儿小脸一白，先前凶残的气势早就被吓跑了。苏瑾望向太后和皇后道：“这丫鬟胆敢踹我，杏儿忠心护主，何错之有？”哼，太后让你跪下，这是懿旨，抗旨不遵，那就是死罪。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而已。没有必要。太后圣明，大姑娘污蔑我，太后责罚了大姑娘，给我做了主。寿宁公主拿马蜂蛰我，但我没吃亏。啊，听宫女说，寿宁公主被蛰得惨不忍睹，也算是自食恶果了。她都那么惨了，我哪忍心再请太后责罚她呢？谢景琛嘴角狂抽不止，他是不想活着出宫了吗？哎呀，但我没想到皇后也这么圣明，只是没跪下告状，皇后就这么愤怒，那我告状还不行吗？皇后气得呼吸不畅，苏瑾跪下恭敬道：“苏瑾跪请太后圣安，恳请太后严惩寿宁公主，给苏瑾和宫里无辜被蛰的宫女太监做主。”哈哈，当真是伶牙俐齿！你们主仆给马蜂下毒，导致马蜂见人就蛰，不知悔改，还把过错都算在寿宁的身上。皇后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给马蜂下毒了？没给马蜂诊脉，也没给马蜂验尸，就说我家姑娘下毒了，这是赤果果的污蔑。皇上驾到！皇上走进来，见过皇上。免礼。皇上来得正好，御花园树上也掉下了个马蜂窝，这本不是什么大事，结果镇国公府大少奶奶一下毒，导致马蜂横行，不止蛰晕了寿宁公主，还蛰伤了皇后和哀家。皇上觉得这事该怎么处置？皇上有点后悔不该来了。皇上，太后让您罚宫里上下半年俸禄呢。镇国公府马蜂窝掉下来，蛰伤寿宁公主，皇上下旨责罚。这事儿皇宫内外都知道，前车之鉴，宫里头的人还不知道长点记性，私下检查，以确保安全，最后还让马蜂窝从树上掉下来，这不明摆着不把皇上的话当回事儿吗？无话反驳。你看呢，一个马蜂窝掉下来，最后连累太后和皇后都被蛰伤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罚半年已经算很轻了。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说的在理，皇后统管后宫，疏忽大意，罚俸半年，各管事罚俸3月。皇上圣明。皇后对朕的责罚有意见？臣妾不敢有意见。皇上，马蜂窝掉下来是臣妾疏忽，没有管教好宫人。可是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给马蜂下毒，罪不容赦呀。皇后有证据证明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给马蜂下毒啦？不就是要证据吗？去把陈太医叫来。半盏茶，陈太医就来了。陈太医，本宫问你，马蜂是不是被人下毒了？
皇上瞥过来一眼，陈太医背脊发寒。正常情况，马蜂是不可能见人就蛰的。如果马蜂是从树上掉下来受了惊吓呢？马蜂在花园受惊，会攻击花园附近的人，不会跑到永宁宫来蛰太后。且问你，在什么情况下马蜂会晕死，之后醒来见人就蛰的？这……说实话，应该是中毒所致。皇后要的就是这一句，她望向皇上。皇上，您听到没有？陈太医说了，马蜂见人就蛰就是镇国公府大少奶奶下毒所致。皇上眉头微皱，他望向苏锦。皇后问过陈太医，那我也问几句吧。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请问宫里的马蜂毒性如何？陈太医应该清楚。寿宁公主被蛰晕，正常情况她会如何？说实话。寿宁公主被马蜂蛰了近50口，正常情况会死。那现在呢？寿宁公主已经醒了，没有性命之忧。皇后脸色僵硬，苏锦看向她说：太后传召苏锦进宫，苏锦打算回国公府了。寿宁公主请我去御花园赏花，让工人朝我扔马蜂窝，马蜂倾巢而出。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就被马蜂生生蛰死。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后硬说马蜂窝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维护寿宁公主，我无话可说。但我自卫有错吗？皇后没说话，苏锦就当她默认了，继续说道：当时寿宁公主离我不远，马蜂窝又那么大，皇后觉得寿宁公主能幸免吗？因为我的缘故，削弱了马蜂的毒性，才保住了寿宁公主一条命。就是我家姑娘被扔过来的马蜂窝都快吓个半死了，还记着寿宁公主多善良啊！马蜂横行一世，我家姑娘非但无过还有功，皇后应该赏赐我家姑娘。非但无过还有功？皇上惊呆了，福公公不敢置信，嘴巴张大的几乎能塞进去一个咸鸭蛋。明明知道这样不太对，可偏偏听着很有道理的样子呀。皇上抬手揉太阳穴，他望向谢景晨。谢景晨是一脸黑线，他觉得自己跟来这一趟完全是多余的。这会儿皇上看他，他懂皇上什么意思。他望向苏锦，投过去一记见好就收的眼神。苏锦心下翻白眼儿，果然他跟来就是拖后腿的。他苏锦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而回。我知道了，我不会找皇上要太多赏赐的。皇后勃然大怒，这里是皇宫，不是你们青云山，容得你们讲歪理吗？苏锦瞅着太后道：我的是歪理，那皇宫的正理是可以随意算计别人，成功了。姑娘，寿宁公主没成功过。的确没有成功过，但自食恶果了。就再请皇后和太后出面罚我一顿，给寿宁公主出气，以确保稳赢不输，是吗？谢景晨扶额，什么确保稳赢不输啊？碰上他们主仆，赢的胜算忽略不计。他们不把太后气个半死，就算太后福大命大了。太后彻底忍无可忍。这一回皇上不赏赐你，哀家赏赐你，哀家赏你30大板。苏锦眉头一皱，他这是把太后气得脸都不要了吗？太后的赏赐太重了，我这瘦弱的小身板承受不起啊。我家侯爷身强体壮，受得起，能不能等侯爷回京了，让侯爷替我家姑娘领板子啊？姑娘别要赏赐了，先攒着，等侯爷回京了，让侯爷替你要，肯定比姑娘你自己要的多，而且侯爷会算利息的。福公公望着皇上道：皇上，其实仔细想想，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说的也不错呀。这时候殿外传来软糯的唤声：皇姑祖母。一个6岁左右的孩童跑进来，太后一见心就软了，说道：到皇姑祖母怀里来。这孩童就是崇国公夫人所出嫡次子。
崇国公府6少爷。太后搂过孩童，望向俯身请安的崇国公夫人道：宫里马蜂作乱，怎么带进宫来了？也不怕蛰伤了他。妻儿知道太后病了，我要进宫探望您，就吵着闹着要来，不然不让我走，我也只好随他了。小小年纪就有这般孝心，当真是难得。妻儿乖，皇姑祖母身体不适，不许闹他，快过来。孩童乖巧懂事，从太后膝上下来，出了珠帘，他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他朝苏锦冲了过来，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他朝苏锦的手狠狠咬了下去。你快松嘴！杏儿叫道，回应杏儿的是一阵哭声。他咬人，怎么他还哭啊？琪儿，怎么了？崇国公府小少爷的嘴巴肿了。崇国公夫人脸都绿了，瞪着苏锦吼道：你对琪儿做了什么？苏锦一脸无语，被咬的是他好不好？他都还没发飙呢。不好意思，进宫之前为了以防被马蜂叮咬，我在皮肤上涂了点药。不是一般的药，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毒药，马蜂都不敢靠近。我们涂药之前还服了解药。解药呢？解药有啊，但我凭什么给你啊？就是该给我家姑娘的赔礼道歉，崇国公夫人都掖着不给，开口就要解药。我家姑娘又没有皮痒，求你儿子要她。快把解药交出来！苏锦看了杏儿一眼，考验默契的时候到了。我们青云山的祖训是什么？送上门来的通通不放过，抢多抢少看心情。像崇国公府小少爷这样撞上来的，不趁机抢崇国公府一波，有点说不过去啊。来，告诉姐姐，是谁让你咬我的？崇国公府小少爷瞪着他，恨不得再咬他一口，但是不敢。不告诉姐姐，不说实话，这嘴会一直疼的。是娘让我咬的。崇国公这儿子卖起娘来都不带犹豫的，一看就是亲生的。崇国公夫人就是这么教儿子的吗？没，是琪儿她在撒谎。不想要解药了？崇国公夫人咬紧后槽牙，没敢再吭一声，也没脸再要解药。皇上，没事，我就先回去了。苏锦朝皇上俯身之后，转身便走，只是没2步就被太后叫住了。站住！啊，忘了，太后的赏赐我还没领，这板子我实在是不喜欢。太后宽厚，可否允许我自己挑选喜欢的东西啊？东乡侯府一家子的骨头都不知道是怎么长的，他怀疑这世上是不是没有他们惧怕的人，逮谁抢谁，当真是送上门的通通不放过呀。皇上隐隐有几分期待。你要什么尽管开口。苏锦眸光一扫，指着屋子里的摆设道：那个啊，还有那个。苏锦每点一样，太后的脸就冷3分，皇上脸上的笑容就愉悦3分。有劳福公公找人帮我把这些东西送到镇国公府去。皇后震怒道：放肆！一点解药你挑一样已经顶天了，你还要这么多？你把太后置于何地？这里是太后的寝殿，太后都没说不给，皇后生气什么？皇上在这里，太后不同意，我也不能硬抢啊。当然，你们也不能抢解药就是了。大家买卖不成，仁义还在。殿外见来一个公公，凑到皇上跟前禀告了几句。御书房还有事，朕就先回去了。太后好好养伤，朕改日再来给您请安。解药多少钱？我崇国公府买。我不缺钱，我看这事儿一时半会儿也谈不好。你们商量吧，或许太医能替小少爷解毒呢。他扶了扶身，转身离开。杏儿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谢景琛转身时被皇后叫住：镇国公府大少爷就这么由着大少奶奶胡来吗？我暂时还没有朕夫纲。谢景琛作揖，转身离开。出了永宁宫，苏锦斜了谢景琛一眼：
你怎么也学会用大实话噎人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姑爷是我们青云山的姑爷，当然说话做事要和我们青云山一样了。我还是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呢，是不是要和镇国公府说话做事一样了？当然不能了。侯爷说过，我们青云山的人要做能影响别人的人，而不是被别人左右的人。我们做什么都要坚定，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无法反驳，只是想不到他爹拥有那么崎岖的脑回路，说的话却格外的有道理。哎，我看皇上和太后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太后应该不是皇上亲娘吧？的确不是。哼，果然，要是亲娘，她公然打劫，皇上早发飙了。朝堂上，崇国公把持朝政，后宫太后和皇后只手遮天，皇上的龙椅应该坐得没那么舒服。现在有这么一个不惧权贵不怕死的东乡侯站出来，直接和崇国公杠上，简直是撞到皇上的心窝里去了。太后有亲生儿子吧？齐王是太后亲生的，不过齐王不在京都，在封地。哎呀，还是在封地好。要在京都啊，我铁定要多一个敌人了。大少奶奶，老夫人让你回府了，去西鹤堂一趟。我知道了。苏锦回了一句，抬脚往前走。七鹤堂内寂寂一堂，南张郡主脸色冰冷。老夫人见苏锦上前，她呵斥道：还不跪下！拜托，有事就直接说不行吗？为什么开口就要人下跪啊？这习惯不好，要改。老夫人是长辈，我给您跪一下没什么不可以。但这一屋子人用一种谴责的眼神看着我，显然要我下跪是要我认错。那啥，我是做错了什么吗？做错什么了？看来你压根儿就没觉得打劫太后有错。宫里头的消息传回来的也太快了些吧，我人都还没回来，消息就送到了。不过消息传错了，我不是打劫太后，是我立了功，太后赏赐我的。二太太和三太太面面相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大少奶奶合适了。厚颜无耻，死皮赖脸。莫不是怕老夫人责怪，不敢承认打劫了太后吧？啊？三婶儿觉得可能吗？三太太嗓子一噎，都不把太后放在眼里了，何况是老夫人呢？三婶儿不必激将我青云山最常做的事儿就是打劫，做了没什么不敢认的，但我也不会混淆赏赐和打劫，何况今儿皇上也在场。皇上在场，他是在袒护你。知道皇上袒护我，还斥责我，这是要和皇上作对吗？谢锦瑜瞪着苏锦道：就因为你救过皇上，皇上就事事偏袒你，连女儿寿宁公主都不顾了。你是不是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什么迷魂汤啊？那是皇上圣明，要是真有迷魂汤，我早为你喝一缸了，你还会瞪我吗？再说了，今儿打你手心的是太后，莫非太后也偏袒我了？不提这事儿还好，一提起来，谢锦瑜就气得浑身颤抖。苏锦就喜欢看别人气个半死却无能为力的模样。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以后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自然相安无事。你要再想不开抢我的猪大肠，可就别怪我真打劫你了。谢锦瑜脸涨红的发紫。崇国公府小少爷中的什么毒？把解药给我。老夫人不是想把解药给崇国公府送去吧？你和一个6岁大的孩子计较什么？哎，不是我计较，还是老夫人您压根就没弄清楚事情的经过。传话的肯定没和您说崇国公府小少爷是受他娘指使咬我的吧？哎，您心疼那只是一个6岁大的孩子，可崇国公夫人呢，却舍得使唤自己才6岁大的儿子咬人。哼，这不可能。是崇国公府小少爷亲口招认的。如果是崇国公府小少爷撒谎了，那正好趁此机会给他一点教训，免得他以后长大了信口胡诌。你是要我镇国公府与崇国公府还有太后为敌吗？堂堂镇国公府
不至于弱到怕崇国公府和太后要我一个占理的大少奶奶去给不占理的崇国公府赔不是吧？骨头都这么软，和我青云山铮铮铁骨有着天堑鸿沟。你们镇国公府愿意趋炎附势，我管不着，但我不会受这样的窝囊委屈。你休妻吧。谢景晨望着苏锦道：祖父傲骨凛凛，最厌恶的就是向权势低头的人。老夫人深知祖父的性子，又怎么会这样做？他只是试探你的，他会为有你这样不惧权势的孙媳妇感到骄傲的。苏锦望向老夫人，相公说的是真的吗？还是晨儿了解祖母。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让镇国公府骄傲的大少奶奶。赵妈妈站在南张郡主一旁，望着苏锦道：崇国公府也算郡主的半个娘家了，大少奶奶和崇国公府结怨，郡主夹在中间岂不受气？大少奶奶就不能替郡主想想？苏锦没回答，只是扭头望向谢锦瑜。昨天丫鬟自尽后，我以为紫玉镯的事就这样算了，你为什么还要捅到太后跟前？你就不能替我这个大嫂想想吗？啊，一点小事儿非要我追究到底，脸上火辣辣的疼。谢锦瑜气炸沸了。你要不告状，太后就不会传我进宫，御花园树上掉下来的马蜂窝也就不会掉在我脚边，也就不会发疯，更不会遮晕寿宁公主，甚至遮伤太后。最后崇国公夫人进宫探望，指使崇国公府小少爷咬我，最后嘴肿了。唉，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希望你能谨记这一次的教训。谢锦瑜是气得双眸喷火，而其他人则是不敢置信，没想到大少奶奶还挺有文采的。进了2回宫有些乏了，我先回去歇着了。随后他扶了扶身，没人留他，苏锦转身离开。不到半个时辰，苏锦在太后宫里点名要的赏赐就用大箱子送到了沉香轩，整整2口大箱子。杏儿高兴得眉飞色舞，这些当真是太后赏赐给我的？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做人不能太得了便宜还卖乖呀！太后可能会赏赐你这么多东西吗？还不是你拿崇国公府小少爷的命威胁太后的，都敢威胁太后了，还在乎是不是太后赏赐的吗你？别傻愣着啊，我家姑娘问你话呢。是，这些啊都是太后赏赐您的。我知道还不够，去七鹤堂告诉老夫人一声，这些可不是我打劫太后得来的，是太后赏赐我的。公公嘴角抽了下，这是要他去七鹤堂气老夫人吗？他能不能不去啊？你自己会去七鹤堂吗？会，我认得路。那我就不送你去了，我不去看着你，你也好好说话啊。公公扯着抽搐的嘴角，默默转身走了。公公去了七鹤堂，正好南张郡主也在。公公把苏锦的吩咐一转告，南张郡主气得头顶冒青烟。公公转告完回来道：时辰不早了，我还要去崇国公府，还请大少奶奶赐解药吧。杏儿从怀里掏出药瓶子递给公公，解药给你。公公接过解药，然后告退。要是侯爷知道别人要害姑娘，姑娘没事，害人的人倒霉了，姑娘还打劫了太后这么多好东西，一定高兴坏了。还好那些马蜂很懂事，没有蛰皇上，皇上是好人。不过侯爷知道皇上没被蛰，肯定会失望。苏锦哭笑不得，不知道他爹怎么就喜欢看皇上倒霉的，他们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私人恩怨吗？皇上今天是不是又没上早朝啊？哎呀，这都3天了，皇上的龙臀还没消肿啊！才被马蜂咬了一口，皇上就在龙榻上躺了3天，皇上的屁股也太娇嫩了吧？又不是我让马蜂蛰皇上的，为什么百官要骂我啊？未必是百官骂你的。啊？你好像知道是谁在骂我。崇国公一党，
哎呀，有没有搞错呀？马蜂蛰皇上，崇国公一党不应该偷着乐吗？这几天皇上虽然没上朝，但趴在龙榻上养伤时，处置了崇国公3个得意门生，砍了一个，贬了一个，外放了一个，腾出来的位置，皇上提拔了自己人。说的我有点糊涂了，一定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太后的人在你给福公公的药膏里下了毒，导致皇上伤口红肿，皇上还未追究，他现在拿崇国公开刀，太后和崇国公都不敢吭声。那这么说，皇上还该谢谢那只马蜂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那我盼望皇上被马蜂蛰，是不是立功了？确实立功了。下回见了皇上，你可以向皇上讨赏，皇上那么大方，肯定会多赏你几板子的。杏儿摇头如拨浪鼓，一副我刚刚什么都没说的表情。然后呢？现在已经没有大臣敢给皇上呈奏折了，但太医却对皇上的伤口束手无策，不出意外的话，又该你立功了。你能不能出去下？为什么？我忍不住要笑了，我怕笑得太豪迈，影响在你心中的端庄形象啊喂！你不是想借我们家字典看吧？字典我就不借了。你要是不会，我可以教你写啊。谢景晨带着一脸黑线起了身，他前脚出门，后脚一阵肆意。姑娘，咱们要笑得端庄一点儿。你知道什么是端庄的笑吗？知道啊，夫人说过，大家闺秀是笑不露齿的。微笑表达不出来我的喜悦。这么好笑的，是忍不住让人想笑，但是夫人知道肯定会骂你。我刚刚都看到你后槽牙了，你把姑爷轰出去是明智的。这丫鬟怎么那么欠揍啊？我有效的这么放浪形骸吗？咱们要进宫给皇上治病吗？不去。真的不去吗？皇上还是很好的。皇上是不错，但上赶着不是买卖。况且这事儿闹大了，对皇上利害各占一半。谢景晨说他要立功，也就意味着今天太医会来向他询问药膏是打哪儿来的。所以呢，他静静地等着就是了。见笑声消失，谢景晨转身回屋，见苏锦歪在小榻上，你的端庄歪了。默默的，苏锦作证了几分。你这样把端庄硬扛在身上，不累吗？你联系我啊？那帮我扛会儿啊？让丫鬟给你扛吧。杏儿摇头如拨浪鼓，她才不要端庄呢。杏儿，要不你就扛着吧，一个端庄的土匪小丫鬟，一定能叫人震惊的合不上嘴的。我今儿不吃饭了，不要让我扛行吗？你去吃饭吧。陈香轩院门口，李总管领着赵太医进了院子。大少奶奶呢？大少奶奶在小跨院，要不要奴婢去请来？不用，我领赵太医过去。姑娘，有人来了。苏锦撇头就看到赵太医。赵太医怎么来了？来得不巧，打扰谢大少爷、谢大少奶奶了。无妨。大少奶奶，您可知皇上被马蜂蛰伤，伤口红肿难消的事？听说了。您送给福公公的药膏被人下了毒，皇上用了，太医院用尽办法都没法给皇上解毒，让我来找大少奶奶问问，您的药膏是从哪儿买的？药膏是我青云山的秘药啊。赵太医有点吃惊，没想到青云山土匪窝居然有这样的好药。皇上的红肿难消，耽误朝政，还请大少奶奶把药方交给太医院，以便研制解药。药方我可以给你，但赵太医能否确保药方不泄密呢？这一定不能泄密，不然我家侯爷会带人把你家打劫一空，让你都找不到地方哭。在下一定严守秘方。苏锦让杏儿去竹屋拿药方，赵太医拿了药方连忙道谢。如果太医院调制不出解药，就把皇上用过的药膏送来，
我让青云山的大夫试试。赵太医连忙应下。沉香轩后院，大少奶奶，赵太医又来了。赵太医等在屋子里，急得来回走。苏锦见了道：赵太医怎么这么不安啊？皇上下令，再医治不好他，就灭了整个太医院。那你怎么还不卷了包袱逃命啊？赵太医被问懵了。果然是土匪说的话，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啊！这逃能逃到哪里去啊？赵太医看向苏锦，这就是皇上用的药膏，太医院上下没能医治好皇上，不知道调制药膏的大夫在哪儿，能否请进宫医治皇上？杏儿强忍着不说话，姑爷的暗卫说，皇上的伤在屁股上，姑娘不能帮忙医治。她有点想不明白，屁股谁都有，就算皇上的高贵点叫龙臀，那也还是屁股嘛，有什么不能说的？总不能看着皇上疼死也不救吧？大夫性子怪癖，不喜与人接触，平素也不住在东乡侯府，我会差人把药膏送去。皇上待我不错，我不会让皇上多受罪的。那就有劳大少奶奶了。为了调制药膏，苏锦忙了一夜。第二天，苏锦把药膏递给了谢景晨。喏，你把药膏送进宫给皇上。你不亲自送去？我就不赶着去挨瞪眼喽。姑娘，你忘了，咱们还要进宫挑御厨呢。再过2日去也不迟。对了，别忘了替我讨赏。苏锦怎么没亲自进宫送药啊？他怕宫里人瞪他，所以没来。大少奶奶肯定是知道这次闯的祸有点大，怕皇上生气了，知错了不敢来。不来也好，他这一来，朕这皇宫都要断几根肋骨。皇上，大少奶奶现要有功啊，您可得赏赐他呀。福公公替苏锦讨赏，皇上斜了他一眼，福公公面色不改。太后那条船他是迈不上脚了，要是再被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踹下船，他就只有一个下场，活活淹死。以东乡侯府的性子，不可能不要赏赐。说吧，要什么赏赐？直说吧。也没什么特别要的，他就说了一句值钱的多多益善。最后谢景晨带了3大箱子赏赐出了太和殿。沉香轩后院，看着3大箱子，杏儿眼睛都亮了起来。姑爷真的帮姑娘向皇上讨了好多的赏赐，不知道是什么？打开看看。杏儿迫不及待地把箱子打开，一箱子云锦绸缎，一箱子瓷器摆件，还有字画和一柄玉如意，以及200亩良田。皇上赏赐我这么多，就没人有意见？太后晕倒了。晕倒也正常，毕竟太后上了年纪，又母子连心。皇上病了这么多天，太后提心吊胆。如今皇上病愈，太后一高兴，身子就扛不住了。谢景晨无话可说。太和殿，福公公扶着皇上起来。太后怎么会晕倒？太后本就体虚，加上急怒攻心，才会导致晕厥。怒急攻心？怎么会怒急攻心呢？去问问太后身边的人，是谁这么没眼色气晕太后，直接拖下去砍了。太医嘴角狂抽，心想：气晕皇太后的不正是皇上您吗？您这么偏袒着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连我这个局外人都看不过眼了，何况是太后啊？福公公代替皇上去探望太后，顺带传皇上的话。可怜太后刚醒过来，又差点被气晕。混账！太后病了，你们商量半天，就给太后开了这么一张药方。太后脸色铁青，这群庸医是想把她活活气死吧？太后息怒，臣等商量了半天，实在不知道如何给您开药方。这药方是福公公从别处得来的偏方。别处2个字儿，太医咬得格外清晰。太后不用臣等说得太明白，你也该猜到这个人是皇上了吧？太后让人在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给福公公的药膏下药，
连累皇上在龙榻上趴了3天。皇上虽然拿崇国公开刀了，皇上没那么容易消气。这药方名为治病，实则是惩罚。都起来吧，这药方开得甚好，哀家很满意。太医们大松一口气，这一关算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太和殿，福公公回去后，把在永宁宫发生的事禀告皇上。福公公详细描述了下他给太后开的药方，因为他知道皇上爱听，他这回也算是公报私仇，报完仇再到皇上这里邀功讨赏，想想福公公的心情就好到爆啊！你这药方开得不错，是跟青云山的大夫学的吧？他承认是受镇国公府大少奶奶主仆的影响，尤其是那个土匪小丫鬟，一点没把太后放在眼里，让他觉得太后也没有那么可怕。人生在世不过短短数载，还是应该过得恣意痛快，才不枉此生啊！皇上，青云山良药不少，定能治好您的心病。只怕没治好朕的心病，倒先成朕的一块心病。这几天朕派去盯着东乡侯的人，怎么没有消息送回来啊？皇上，您放心吧，除了您呢，崇国公也派人盯着那批粮草，他没弹劾东乡侯，就说明粮草没问题。皇上心稍安。大少爷，大少奶奶呢？大少爷、大少奶奶都在后院，快去请，就说大少奶奶的兄长来了。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去。苏大少爷，大少奶奶说过，没有她允许，不许任何人进后院。我是任何人吗？小丫鬟没回话。苏崇一脚迈进去，远远的就看到苏锦拿着银针扎谢景晨。苏崇惊呆了，他妹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残了？他走过去，妹夫的脾气也太好了吧，让你扎着玩啊！哎，让我也扎2下玩玩。大哥，我是在给他治病啊。治病？那你好好给他治病。苏崇在一旁看得认真。不愧是我妹妹，忽悠人都这么一本正经的，能把妹夫忽悠的待在木桶里，又是煮又是扎的，也只有妹妹的本事了。就是妹夫的脑子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妹夫的脑子绝对有大问题啊！苏锦提心吊胆，把剩下的银针给谢景晨扎上。大哥，你担心什么啊？我怕打断你，你扎我玩。大少爷你别怕，姑娘给人扎针可厉害了，越扎越精神，你要不要试试？扎这么多针，疼都疼精神了。杏儿无法反驳。杏儿看着苏锦的眼神带了几分质疑了。姑爷难道真的是疼精神的？拿生命宠着我妹妹，你这个妹夫就算傻点我也认了。大哥，我是真的在给他治病，不是扎着玩的。我知道你不是扎着玩的，但是这么傻的男人不多见，还是应该爱惜点啊。听大哥的，以后别扎针了，尤其是脑袋上，忒危险。还是抽鞭子吧啊！谢景晨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他还得谢谢苏崇一番好意，毕竟抽鞭子不会要他的命。苏锦果断转移话题道：大哥，你怎么来了？可是找我有事儿。哥，你怎么来了？可是找我有事儿。上回你让人送去侯府的药泡澡不错，我来找你拿药方。大少爷，那药方就是姑娘开的。药方是你开的？苏锦有点心虚了，苏崇不比杏儿好忽悠啊。你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啊？大少爷，你还不知道吗？姑娘就没学过医术啊。我知道她没学过，但为什么就会了？不知道，突然就会了，姑娘自己也说不清楚。难道真的是香烧多了的缘故啊？杏儿则表示肯定是这样的。我去给你拿药方。杏儿没走，苏崇问他：你们在宫里是怎么给马蜂下毒的？姑娘就随手挥了2下，马蜂就毒晕了。这么简单？不简单啊，也就姑娘能随手下毒，换作是我，还没把毒药翻出来，就先被马蜂蛰死了。还有毒药吗？姑娘还有许多，但是姑娘一点都不给我，怕我把镇国公府的人都撂倒。毒药哪来的？姑娘自己调制的。全部都是自己调制的？
是啊，都是姑娘自己调制的，我也帮忙了。调制毒药不难，我很快就学会了，那样我就不用问姑娘要了。苏锦拿了药方走出来，听到杏儿的话，差点没摔趴下。苏虫只是来拿药方的，但没有想到意外发现自家妹妹有了一手高超的医术，再三确定谢景晨没傻，苏虫才放心离开。谢景晨望着苏锦，眸带审夺：你真是东乡侯的女儿？难道你觉得会有人傻到冒充东乡侯府的女儿嫁给你冲喜吗？忽悠苏虫，苏锦没底气，但是谢景晨他是十足的把握。姑爷为什么要怀疑姑娘不是侯爷的女儿呢？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在侯爷眼皮子底下冒充姑娘啊？除非他家祖坟都不想要了还差不多。说来还是怪姑爷长得太漂亮，姑娘要不是太激动，以至于绊倒门槛，也不会失忆。这天阳光明媚，心情灿烂。苏锦站在门外，看着天空上飘荡的白云，那边丫鬟就跑过来道：大少奶奶，马车准备好了。苏锦抬脚往前，杏儿紧随其后。丫鬟婆子嘴角抽抽，不得不服大少奶奶呀。她进宫一趟就把宫里搅得天翻地覆，好不容易宫里刚恢复元气，她又要进宫了，都不给人喘口气呀。牡丹院，郡主，大少奶奶和她的丫鬟准备了马车进宫。他们还敢进宫？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哼，太后不会让他们再进宫的。马车徐徐朝宫门口驶去，守门侍卫见是镇国公府的马车，将路拦下。是谁进宫？我们大少奶奶。太后有旨，不许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再进宫一步。为什么太后不让我们进去？太后的想法，我等不知。那你不知道，你就把路让开啊，我们自己去问。太后懿旨，我们不敢不从，还请镇国公府大少奶奶不要为难我们。皇上说过，让我家姑娘把皇宫当自己家，你拦我家姑娘，小心我家姑娘让皇上打你板子。皇上可疼我家姑娘了。太后懿旨，我们也无能为力啊。姑娘，皇上和太后到底谁更大一些？这得问侍卫了。默默的，侍卫把路让开了，车夫赶着马车进宫。御书房，皇上，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进宫了。皇上瞬间头疼，他都有阴影了。怎么进宫的？太后不是叮嘱侍卫不放行吗？小公公望着福公公，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可是连太后都不放在眼里的，几个侍卫还能拦得住他们吗？皇上更关心的是，他们进宫做什么？不知道，不是来御书房的风向。哎呦，应该是进宫挑选御厨的。他失误了，他应该把御厨挑好给他送过去的。你去御膳房盯着点儿。奴才这就去。福公公几乎是小跑着去了御膳房。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呢？在厨房吃东西。福公公快步走过去，刚到门口就听到厨房里有囫囵不清的声音传来。这个真好吃，姑娘，你尝尝。别顾着吃，看看哪个御厨的菜最好吃。都好吃，要是都能带走就好了。福公公扶额，他抬着发酸的腿迈步进去。御厨见是他，仿佛看到救星一般。那些菜都是送给各宫的午膳，被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吃了，中午该怎么办？你们怎么不拦着呀？没胆子拦呐。福公公上前说道：大少奶奶可挑好御厨了。福公公来的正好，这么多御厨手艺都好，我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那就有劳福公公帮我挑个可心的。福公公回头扫了一眼御厨，那些御厨脸色苍白，眸露哀求，只差没跪下来求他了。好不容易才进宫做御厨，光耀门楣，就这么落到土匪手中，叫他们如何甘心呢？大少奶奶，这些都是各地精挑细选进宫的厨子，厨艺都极好，
您要觉得哪位合您的眼缘了，直接领走便是。合眼缘？这是要我家姑娘看脸选御厨吗？厨艺比的是菜，又不是脸。要比脸，都没我家姑爷好看。那要不就比做菜？那就比做菜。你们各做一道拿手菜，给镇国公府的大少奶奶尝尝。平常是怎么做给皇上吃的，就怎么做，打起12分的精神来。御厨们面露苦涩。大少奶奶，御厨房油烟重，咱去外面等着吧。不用，这点油烟还熏不着我。福公公为了御膳房的安危着想，只能陪着了。御书房内，皇上在批阅奏折，有些心不在焉。福公公迈步上前道：皇上，镇国公府大少奶奶挑了2个御厨，特来谢恩。2御厨？大少奶奶原本只挑1个，只是眼光太好，挑中了李御厨。皇上啊，您懂奴才的意思吧？皇上抬手扶额，他隐约能从福公公的脸色感觉到说服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的艰难呢。2个就2个吧。苏锦上前给皇上见礼谢恩。永宁宫，太后坐在凤椅上，脸色铁青。她下令不许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进宫1步，她居然拿皇上压侍卫。外面一个公公飞奔进来道：太后，御膳房出事了。御膳房出什么事了？10几位御厨上吐下泻。真是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走到哪里，灾难就跟到哪。她是不是给御厨下毒了？小公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镇国公府大少奶奶一进宫，他就跟着去御膳房了。苏锦在御膳房做的事，他都知道。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给御厨下毒，把他们绑来，太后要亲自审问。小公公有点怕，还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太后息怒，奴才这就去。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给御厨下毒，太后让你去永宁宫接受审问。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家姑娘怎么会给御厨下毒呢？把御厨毒死了，皇上吃什么？我们只是奉命抓人，大少奶奶是自己去，还是我们押你去？我自己走。他抬脚往前，杏儿揉着肚子跟在后头，小声道：姑娘，会不会是你做的那盘子菜让御厨们吃坏肚子了？不可能的。你确定那盘子菜没问题吗？不确定。御书房外面的小公公跑进来道：皇上，不好了，出事了！镇国公府大少奶奶都走了，能出什么事儿了？御膳房10几位御厨肚子疼到抢茅厕，太后怀疑是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给御厨下了毒，把他抓去永宁宫了。皇上瞥向福公公，福公公心肝颤呢。永宁宫，太后端坐在凤椅上，苏锦走上前恭谨见礼：太后万福金安。太后脸沉如霜，那句跪下在喉咙里转了2圈，最终没能蹦出来。李嬷嬷冷道：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进宫一趟，宫里都不知多少人会倒霉。什么叫我进宫一趟，宫里就不知道多少人会倒霉？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我知道御厨们一趟趟跑茅厕，但不能因为我去了御膳房一趟，就直接把过错摁在我的头上吧。不是你下毒的，还能是谁？就不能是他们自己想不开服毒了？谁会蠢到给自己下毒？也许那些御厨就有那么蠢呢。李嬷嬷没有证据，就直接笃定是我下毒，这很不严谨啊。待会儿要是事情查清楚，你污蔑我，太后不罚你，我可就自己动手了。太后算是看出来了，这对土匪主仆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主。那些厨子怎么还没来？外面的公公跑进来道：太后，那些御厨顾着跑茅厕来不了，太医去给他们把脉，他们的确是中毒了。镇国公府大少奶奶还有话说？这只能证明御厨们中毒了，但不能证明是我下毒的。李嬷嬷，
你作为太后身边最信任的人，你这样武断，会让后宫出现不少冤假错案的。太后，您让这小公公去问问御厨，他们到底是自己服毒的，还是我给他们下毒了？太后瞥了小公公一眼，小公公转身离开。小公公怒气冲冲地回到了永宁宫。他一进去，李嬷嬷就问道：御厨们是怎么说的？御厨们说与郑国公府大少奶奶无关，是他们不想被大少奶奶选上，所以服毒的。李嬷嬷脸都气紫了，杏儿瞪着她：哼，现在知道错怪我家姑娘了吧？你还不快给我家姑娘赔礼？赔礼就不必了，我看李嬷嬷的脸色也不像是知错的样子，事情都还没弄清楚就污蔑我，这是对我存在很深的偏见呢。这样的偏见至少要打上30大板，才能长记性，以后才不会犯同样的错。最后太后罚了李嬷嬷30大板，苏锦亲自观刑。啊哈，板子打得啪啪响，但是并不疼，这是堂而皇之的忽悠他呀。杏儿还在揉肚子，苏锦嘴角一勾，说道：吃太多了，要活动活动，利于消化。杏儿就过去抢了嬷嬷的板子，杏儿力气大，这一板子打下去，李嬷嬷疼得没差点把舌头咬断。福公公觉得太凶残了，他都不忍心看了。